各位观众，2025年了，如果你是在意拖地效果的朋友，那现在这个时间点，相当起去买传统扫路机器人，绝对不能错过的是新登场的洗地机器人。比如说，我们看，这是传统的双旋转圆盘机器人，靠的是后面这2块拖布把脏污粘走。而当脏污超过负荷的时候，它就只能整片磨开。不赶快回去洗拖布的话，就只能继续以脏拖脏。而你看，如果是洗地机器人，它的滚筒每转一次，就相当于把整根滚筒清洁一次，所以就算处理整片蚝油原汁，也是轻轻松松。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2025在意拖地效果的朋友，请不要错过采用滚筒设计的洗地机器人。你现在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洗地机器人可以处理这么大片的脏污呢？我们把整个洗地模组拿出来，其实秘密就在这里。以我们手上这台非常科技感的机器人，叫做 Eufy S1。Eufy 他们采用的方案叫做 HydroJet Always Clean Mop 横径拖布清洁系统。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永远干净的拖布。那怎么做到永远干净呢？首先 ，Eufy 在 S1 的内部放了一个清水箱，以及只要轻轻按压2侧，就可以整个拆下来的污水处理模组。所以，当 Eufy S1 回到基站的时候，系统就会自动把隐藏在内部的清水箱补满干净的水。接着，我们把滚筒拿下来 ，Eufy 这个机构也设计得很好，轻轻按压一下，整个滚筒就可以横向取出。放回去的时候，只要轻轻一压，就装好了，超级丝滑。拿起来后，你仔细看，这一整条上面布满了总共32个小小的高压出水孔，所以当机器人在拖地的时候 ，S1 就会自动把干净的水透过高压喷洒的方式，不断的清洁滚筒拖布，让滚筒保持湿润。好，这边讲完了清水系统。不过对洗地机来说，接下来的污水处理才是重点。那这正是 Eufy 设计的非常精巧的地方。S1 后面这一整组都是为了处理脏污所存在的。我们首先先把这整条红色的模组拆下来。S1 可以 Always Clean Mop 的秘密就在这里。当接线运作的时候，滚筒会先被清水喷淋，接着滚筒在每分钟170转的高速运转之下，它会紧贴着这整条刮条运作。如此一来，在滚筒上的脏污、脏水就会直接被刮条刮起下来，就像你握着滚筒把水挤掉的原理相同。那被刮下来的水，首先会被收集到这条红色的滤网上面。所以如果你家里有宠物，有很多细毛的话，在这里就会被过滤出来了，不会堵塞管路。还没有结束哦，看回模组这里还有一个排水孔，所以还有下一站。接着被过滤出来的脏水会经过右边这条管线，被抽到污水盒里面。我们把上盖打开，你看这边就是储存脏水的地方。那这些脏水你也完全不用去理它。当机器人回到基站的时候，系统就会透过左边这条管线，然后污水模组底部有一个排水孔，所有的脏水就会自动被抽到基站的污水箱里面，是不是非常巧妙？那虽然听起来很多步骤，但其实你完全不用管它，也不用搞懂它是怎么运作的，因为一切都是自动发生的。你只要负责装满清水箱，然后倒掉污水箱里面的脏水，1-2个月定期清理一下滤网，其他的你都不用管，它会自动完成清理。讲完以上细节，应该有看懂为什么 Eufy S1 的洗地模组可以连续处理大面积的脏污了吧？不过我相信大家更好奇的是 ，Eufy S1 这套系统跟其他家洗地机器人又有什么不同？我目前归纳起来有3点。第一 ，Eufy S1 的设计思路完全不同。Eufy 这套方案想要做到的是，机器人出去一次就可以连续运作，不用回到基站。如此一来，除了让 S1 有足够的水可以持续清洗滚筒，做到滚筒永远干净之外，那更重要的是内建超大污水回收盒，这就让 S1 不用怕水箱满了要赶快回家倒掉，而是一次出去，你可以在 App 设定让它连续洗地半个小时、1个小时，甚至最高85分钟，当中不用定期回家洗拖布。那当机器人没水或是污水箱满的时候，再回家处理就好。这是跟其他洗地机器人在方案上最大的差别。第二个大差异是 ，Eufy 处理污水的空间超大，然后它又有多层的过滤设计，所以事实上它是有能力处理少量固体脏污的，像是宠物的毛发沾到水，它回收回来的时候就会自动故意分离，把固体垃圾和液体脏水自动分离，不用担心它会卡在管线当中。那最后一个差别是 ，Eufy S1 采用的是一整根29公分的超长拖布，所以它的拖地面积非常大，不用来回拖地就可以做到一次过，效率也更高。接下来依照惯例帮大家整理 Eufy S1 的主要亮点。首先 ，Eufy S1 虽然是洗地机的拖地模组，但在前方同样配有吸尘模组，所以可以做到只扫不拖的设定。采用的是8000帕的风机，
虽然听起来跟现在上万帕的其他方案有差，但实际面来说，我们说过很多次，一般家庭其实5000帕就已经超级够用。加上 S1 用的是洗地模组，所以粘在地板上的玩垢洗地机就会处理了。那超大吸力主要是插在地毯缝隙这种场景，不过打扫干净度用说的没用，我们后面详细实测最准。拖地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过的 Always Clean Mop 滚筒拖地模组，每分钟可以达到170转的高速转速，同时提供1公斤的下压力，就像是用手指头压着抹布去擦地，会更容易去除丸渍。而在壁障上 ，UFI S1 就是硬体蛮完整的，包括采用嵌入式 DToF 模组，然后侧边还有一组结构光，前面也有一组 RGB 镜头。当机器人进到关灯房间的时候，系统也会自动打开补光灯，在关灯下也能继续做到视觉辨识，并且拥有 UFI 自家研发的 AIC 视觉壁障。而看到基站部分 ，UFI S1 的硬体也是该有的都有。UFI S1 的家可以说是科幻感堆满，除了大量采用黑色透明设计，在清水箱里面 ，UFI 加上那个低调的白光环形 LED， 呼应 S1 本体上有一个环形 LED。那基站上这个 LED 不止好看，当基站需要补水或是污水箱满的时候，就会马上显示红灯，你就知道要处理了，非常一目了然。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是 S1 的家采用的是长形设计，所以虽然比较高，但占地面积很小，然后你站着就可以替换清水箱和污水箱。如果是老一辈使用，就不用蹲下来提水了。那我们把清水箱拿起来，接着可以看到 S1 也拥有自动集成模组，所有垃圾会自动被回收到这个集成袋，一般家庭大概2-3个月才满，定期更换即可。我觉得最棒的是 UFI S1 的基座直接标配了自动清洁液添加模组，所以你只要把官方清洁液模组装进来，盒装内有送一瓶。接下来机器人每次回洗滚筒的时候，系统就会依照比例把清洁液混入水中，洗起来也会更干净。另外，我有测试这个盖子没有办法轻易打开，所以用完了还是要直接换官方补充瓶比较容易使用。不过根据官方的数据，40瓶的房子如果每周拖3次的话，一瓶就可以用1年左右，一般家庭应该很够用了。此外 ，S1 是没有热水系统的，但这几个礼拜拖起来，滚筒都洗得蛮干净的。毕竟它是洗地模组嘛，清洁力本来就很好，然后又会自动添加清洁液，可以帮助软化脏污。你看这只滚筒，我完全没有用手洗过，算维持得蛮干净的。但我自己是期待未来 UFI 可以加上加热模组，毕竟热水用来应付重油污，还是会更加游刃有余。接着，基站会自动帮扫地机器人里面的水箱补水。然后不止补水，基站也会自动把屁股的脏水抽回到污水箱，等于你平常只要装干净的水，把脏水倒掉就好，其他都是自动的，不用管。再来，基站也有55度的热风烘干系统，目前实测3个小时就可以稳定的把滚筒完全烘干。看完规格 ，UFI S1 的表现的确令人期待。不过在邦尼的频道到底有多强，实测了才是最准。我们也就不废话，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直接再次把更新的15项地狱测试全部请出来，测试全程录影，结果摆在眼前，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啊，对了，邦尼扫地机器人社团会专门在台版扫地机器人的选购和心得上，目前已经有25000位版友加入。不管你是要买、想买还是已经买，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或是直接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结。所有机器人新消息都会第一时间更新在社团上。我们还是先从基础上能看起 ，UFI S1 本体采用的是比较特别的圆角方形设计，并且在本体和基站上都采用了概念统一的透黑配色，科技感和质感都非常不错。不过前方撞板采用的是透黑设计，用久了多少会有细纹，但是在你打开盒装的时候，机器人顶部就会预贴防撞条，官方建议在清扫稳定后再取下，可以避免刮伤。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保留贴着也是可以的。毕竟 UFI S1 上方没有任何感测模组，不会影响测距和定位。而在定位方案上 ，UFI 其实从2016年就开始做机器人啊。对了 ，UFI 其实是周边大厂 Anker 旗下的品牌，不只有机器人，还有各种智慧家居、电子锁、摄影之类的，在欧美的知名度比较高。那 UFI 最特别的地方是，其实他们很早就消灭了机器人顶部凸起来的 LDS 模组。那在旗舰机 S1 上面，他们采用的是透过正面的嵌入式 DToF 做到远距离的空间侦测。同时，我们也直接上红外线摄影机 ，UFI 在侧边也用上了结构光模组，可以做到家具高度的精准测量，并且可以更稳定的贴着障碍物清扫，并且前方拥有 RGB 镜头模组，可以做到视觉辨识，关灯下就会自动开启补光灯。
不过特别的是 ，Eufy 并没有开放透过这个镜头进行视讯通话，主要会是隐私考量。这台也有通过德国莱茵的认证，所以在去掉 LDS 模组之后 ，Eufy S1 最终将机器人的高度控制在 9.6 公分，相比起传统10几公分的机种 ，S1 可以更轻易的穿梭在家具底部。除此之外，这次 Eufy S1 还加入了一套叫做 AIC 的臂章演算法。那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可以侦测64:1的模型车。那身为专业的科技频道，什么没有？64:1的小车可是很多，那就来实测看看。那接着往下看 ，Eufy S1 采用的是双边的边刷模组，不过包括拖地模组 S1 并没有伸缩贴边模组的设计。不过，虽然拖地模组无法伸缩靠边，但其实 Eufy 也尽量让滚筒整个顶到机身边缘了。好，重点讲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再度更新的全新15关测试环节。第一关清洁力测试，我们准备了3个家里常见的打扫大魔王，分别是饼干碎屑、瓜子壳和红豆各10克，总计30克的测试物，分别代表小脏污、长形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可以观察机器人是否可以扫起来、吸起来，然后圆形就是喷飞大魔王，可以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喷走。好，开始测试。可以看到 Eufy S1 虽然没有在系统和介绍里面标示颗粒物清扫策略的说明，不过在我们的实测当中 ，S1 似乎在侦测到大面积脏污之下，会自动在脏污区域停留清扫，这也让整体的回收表现非常不错。不过因为采用的是双边刷的设计，多少会有喷飞的问题。但在路径这侧的脏污后面大都有回收回来。测试完成，我们来最后称重，原本30克 ，Eufy S1 实测回收达到29.2克，回收比例达到 97.3%， 算是相当前段的回收表现，所以才说不能只看吸力，还是要看效果。第2关来到 Eufy S1 我蛮好奇的测试之一，角落清洁测试。我们同样控制了10克的饼干碎屑，平均铺在墙角测试。可以看到 ，Eufy S1 在经过墙角的时候会有短暂的停留，不过受限于边刷的长度，并无法完全深入墙角。经过我们实测，原本10克的饼干屑回来的有 7.16 克，回收比例达到 71.6%。用数据来说的话 ，S1 这个表现会比传统圆形机种60%的回收表现略好，但略低于一般伸缩边刷机种的80%回收率，以及全方形90%以上的回收表现。我们也实际让 Eufy S1 清扫第2次，2次清扫共回收 7.56 克，回收率 75.6%。第3关，我们来测清扫时间。这次我们同样把不同的组合的测试结果做成表格，更加一目了然。也补充说明，在这个空间面积当中，大多数的扫地机器人大约花费8分钟左右完成清扫，所以比8分钟短就是比常规更快的意思。而经过我们实测 ，Eufy S1 在开灯纯扫地之下，花费3分56秒完成扫地；开灯扫加拖之下，花费3分52秒；而如果是关灯扫加拖，则花费了4分整。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到，采用 D-Top 加结构光方案的好处就是开关灯都不会影响到清扫时间，并且 Eufy S1 的清扫效率算是相当强的优势之一，因为它直接采用29公分的超长滚刷，所以一次过就可以覆盖大面积，不用来回补足没拖到的地方。那这个表现也会比常规圆形机种省下 20-30% 左右的清扫时间。第4关，头发缠绕测试。Eufy S1 采用的是一般的防缠绕胶刷方案，没有主动处理缠绕的方案，所以我就不分开来测了，直接上70到80公分的长发测试。我们把地板整个铺满，测试开始。经过我们测试 ，S1 就跟一般采用胶刷的机型相同，胶刷的特性就是头发不会死缠在滚刷上，只要轻轻的往旁边一推，就整个下来了。然后两侧的固定处也都可以拆卸清理。第5关，障碍物测试。经过我们测试，如果你想要有最好的避障效果，一定要把 AIC 这个选项打开。那我们开始测试。首先来在开灯情况下，这次 Eufy S1 的避障策略非常不错。从 App 上可以看到，当 Eufy S1 侦测到地板充电线的时候，系统会直接在 App 标记障碍物是电线，
然后因为隐私考量 ，UFI 是不会拍照的，只会标记出来。标记出来后，系统会直接在周围建立一个虚拟墙，然后 S1 就会跟着这个范围小心的在边缘清扫，所以包括充电线、放在路中间的延长线、宠物便便都可以非常小心的精准避开，椅子的角角也都会深入清扫。接着再扫一圈，把没扫到的地方填满。接下来玩偶同样会超级贴边清扫，符合目前主流应对玩偶不用避开贴着扫的清扫策略。不过 S1 并没有绕着圆柱体清扫的策略，而是传统的分区清扫。整体来说 ，UFI S1 在开灯之下的避障表现非常不错，所有主流障碍物都可以轻松应对。尤其应付电源线及时画出虚拟墙这个设定是第一次看到，避障效果真的不错。第6关，接着我们关灯再测一次。喜欢看红外线画面的朋友，这个环节也可以一起来观察 UFI S1 的 DToF 和结构光。首先在关灯之下 ，S1 会自动打开补光灯模组，让视觉辨识在黑暗中也可以正常运作。经过我们实测，在正常状况下，包括充电线、宠物便便、玩偶、圆柱体都可以跟开灯下做到相近的避障表现，没有明显影响，避障表现是很不错的。不过我们有发现一个 UFI 可能可以透过软体更新改善的问题是，就是 S1 在转角出弯的时候会短暂的关闭头灯模组。如此一来，如果延长线刚好就放在出弯不远的地方 ，S1 却来不及开灯进行辨识，会刚好撞上。而开灯之下这个距离是可以完美避开的，所以转角的时候不应该关灯，可能算法上可以调整一下。然后我们这边也测试，不过我们把延长线稍微往旁边放一点，你看，只要 S1 来得及开灯，就完全不会碰上延长线，可以做到完美避障。所以感觉官方可以推个 OTA 解决这个问题。第7关，我们来实测拖地的魔王关。以前我们都测这种风干好几天的酱油渍，但这个强度对洗沥机器人来说真的太简单了，所以我们改测把蚝油滴满地板，传统的旋转拖布会直接抹开的程度。好，谢谢帮忙错误示范。然后我们让 UFI S1 把这个残局收拾干净。你看，完美解决。不过这边还是要补充，目前洗沥机器人的目的和价值还是让滚筒模组永远保持干净，边洗边拖，所以非常不建议你去吸珍珠奶茶、打翻的红豆汤之类的，它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固体垃圾。那真的要的话，应该是未来比较有机会。不过如果你真的想要，我们测试 S1 是可以把滚刷、主刷罩、两侧边刷都取下的状况下正常运作的，所以真的要的话，你的确可以把它当成纯洗沥机器人使用。记得把吸尘模组风量调到最小。第8关，噪音测试。我们说过，只管吸力不管噪音的设计就是耍流氓。这边直接上表格 ，UFI S1 总共有4档，在静音下可以达到60分贝，开到第4档超强就是会达到73分贝，已经有点大了。感觉 UFI 未来如果还要再加强风机的话，会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做到降噪。但是日常选择标准就非常够用了，然后再开启地毯增压。也就是上到地毯的时候，自动把吸力开到最大。你平常开到最强不会干净多少，但是很伤电池。第9关，续航。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都统一标准，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可以完成26次的清扫，总时长可以达到大约130分钟的清扫时间。这个续航应对大坪数来说也非常够用。第10关，充电测试。UFI S1 从 15% 开始充电，大约耗时3小时26分。以扫地机器人来说，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表现。第11关，拖布清洁测试。洗地机我们就不测酱油了，我们就直接魔王关就好。我们把整个滚筒刷满万家香、极品香菇素蚝油。这是 Before 原本干净的滚筒，接着是 After 脏掉的样子。接着我们让机器人回到基站清洗。结果出炉，大家直接看图就很明确啊。第12关，基座集成测试。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加上塞满半满的狗毛，开始集成。
来看结果。Eufy S1 的集成效果也没问题，吸得够干净，几乎没有残留。第13关地毯，开始测试。你看，当机器人遇到短毛地毯的时候，屁股的模组就会自动抬高 1.2 公分。接着是中长毛地毯，也 OK。不过如果是长毛地毯，即使拖步抬升，机器人也无法成功上到地毯，需要留意。最后第14关乐章测试，官方标示的乐章高度为2公分，那直接上实测。Eufy S1 我们直接测2公分的坎，可以过去没问题。最后的最后一关，我们来实测卡机器大魔王，也就是 IKEA 躺椅，直接来看画面。没有卡住，过关。好，竖向测试结束。整体来说，这次的 Eufy S1 就如同我们的预期，8000帕的吸尘模组，如同我们说的，清洁力是非常够用的。然后 Always Clean Mop 的滚筒洗地模组，我觉得画面就已经说明一切了。要拖地干净，现阶段就是选滚筒。可以预言洗地机形式就是下一个时代机器人大家力拼的拖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滚筒在拖地的同时，它已经把滚筒本体洗干净。尤其 Eufy S1 的超大水箱，算是体验上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它不用频繁回家补水倒水，而是一次就直接扫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没问题。不过如果要说对 Eufy S1 下一代产品的期待的话，我自己首要会希望可以加上贴边和防缠绕设计。长远来看的话，当然还是期待 Eufy 可以直接端出全洗地机器人，甚至在台湾推出上下水模组。我觉得上下水绝对是让洗地机器人更加实用的配件。好，先讲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既然是我们首次开箱 Eufy 的机器，我们不免俗的带大家来看一下 App 设计。首先，在 App 首页就可以选择要全屋清扫、特定房间清扫，或是自己圈选区域清扫。那不管选哪个模式，都可以自己调整清扫的方式。一般来说，清洁程度选标准就很够用。那如果家里狗狗脚很臭，那就可以选择深度，清扫的路径密度会更高。接下来就可以选择要纯扫还是边扫边拖。不过因为洗地机的设计需要同时启动吸加拖，所以就无法做到先扫后拖了。吸力的话，一般家庭选标准就够用，最多选强力即可，没有必要选到最强。那务必要到地毯清洁设定这边，打开 Boost IQ 地毯增压的功能，系统检测到地毯的时候，就会把吸力开到最大。另外，如果你完全不要扫地毯的话，可以在这里开启规避地毯。拖地水有3档可调，提醒一下，调整的守则还是一样的哦。从最低档位开始慢慢往上加。如果是瓷砖地板、木地板，以5分钟上下，地板会自然风干为标准去调整，这样就不太会有水痕，绝对不是越吃越好。而如果是宠物家庭，超耐磨地板，你要开更湿也没问题，这样就更容易把脚臭味给拖干净。在地图管理这里，可以客制化的分割房间、合并房间，以及加上虚拟墙，让机器人不要过去扫等等。另外还可以手动命名不同房间。同时 Eufy 是可以串接 Google 助理、Siri、Amazon Alexa 以及最近很看重的 Matter 协议，如此一来就可以透过 Siri 直接叫机器人到某个房间打扫。那如果你要的话，也可以透过房间这个模式，手动就能每个房间设定不同的清扫设定。基站设定这边可以手动设定回洗拖布频率，如果不是太脏的话，可以选择30分钟，或是按分区即可，每个房间拖完就洗一次，做到区域隔离。烘干设定这里，标准烘干是4.5小时，快速是3小时。那自动集成我建议可以跟回洗拖布的频率同步，只要回去一次就能把2件事情做完。集成模式一般家庭选择低噪即可，有宠物的话请开标准，然后自动添加清洁液避开 ，AIC 避开。机器人同样支援断点续扫，如果电力不够，会自动回家充电后继续清扫。高度检测选择均衡模式即可。在配件模式这里，系统会清楚地列出每个耗材的使用期限，一目了然。比较特别的是 ，Eufy S1 虽然不支援即时视讯，但同样可以用手机当成遥控器来移动它。最后的最后 ，Eufy S1 的尺寸我也直接帮大家量好，打出来在这里，我都有帮大家多抓1公分左右的公差。另外要记得预留 Eufy S1 超出基座的部分，要做柜子的直接参考就可以。好，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又是一则超长扫地机器人的评测。
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本期节目就先到这，这集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实测最多内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也记得加入邦尼的扫地机器人社团，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想要知道的问题，都欢迎在上面一起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